在中国西部的高原山脉间，驯鹰人这一古老而神秘的职业世代相传。他们能驯服桀骜不驯的金雕和猎隼，让他们捕捉从野兔、野鸡到狐狸等各类猎物，成为草原上最可靠的狩猎伙伴。在新疆的阿合齐县，一只训练有素的猎鹰不仅是捕猎的得力助手，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一只好猎鹰的价值比一个柯尔克孜族姑娘的嫁妆还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只猎鹰甚至能养活一整个家庭。然而，驯服这些天生桀骜的猛禽，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为了磨去猎鹰的野性，驯鹰人必须与它们进行一场意志力的极限对抗，被称为熬鹰的神秘仪式，是人与猛禽间最原始的较量。但最令人不解的是，当猎鹰经过千辛万苦的训练，正值最得力的黄金期时，驯鹰人却要举行一个神秘而庄重的仪式，将它们放归自然。在满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的驯鹰传统中，都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猎鹰服役5至7年后，必须放归山林。这究竟是怎样的约定呢？在这些看遍山河的老驯鹰人眼中，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一个服役期满的猎鹰，又将带着怎样的记忆飞向远方？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些中国驯鹰人的世界，倾听他们与天空霸主之间跨越千年的奇妙故事。在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合齐县，有一个被誉为中国猎鹰之乡的偏远村庄，这里被巍峨的帕米尔高原环抱，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雪山顶端时，73岁的库尔马西·胡特曼已经牵着自己的骏马，带着金雕哈热森向山谷出发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库尔马西已坚持这样的清晨生活近50年。他的金雕哈热森能精准捕获10多斤重的猎物，在当地驯鹰人中声名远播。驯鹰在柯尔克孜族千年历史中一直是男子汉的重要技能。库尔马西18岁时就开始学习驯鹰，在当地，一只训练有素的猎鹰确实价值连城。当地流传着一只好猎鹰比一个姑娘的嫁妆还贵的说法，可见其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一只优秀的猎鹰能够为全家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是牧民家庭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库尔马西驯养的金雕哈热森以敏捷和精准闻名，在狩猎时，它能够准确地抓住狐狸等猎物，利用它锋利的爪子和喙部控制猎物。哈热森不仅捕猎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与库尔马西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能够精确执行各种复杂的指令，这在驯鹰界非常罕见。阿合齐县环境较为极端，冬季气温可低至零下30多度，夏季又炎热干燥。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库尔马西凭借多年经验，能够观察猎鹰的行为变化来判断天气状况。他注意到，当要变天时，猎鹰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比如频繁梳理羽毛或者显得不安。这种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力是库尔马西数十年驯鹰经验积累的结果。库尔马西的驯鹰技艺令人敬佩。在驯鹰比赛中，当其他猎鹰因环境紧张表现失常时，他的哈热森却能保持冷静，精准执行每一个指令。多年来，他已培养了30多名徒弟，教导他们人鹰互相尊重的理念，以及如何读懂猎鹰肢体语言、控制猎鹰攻击精度等关键技巧。库尔马西的家虽然简朴，却是为驯鹰活动精心设计的。屋内有专门存放驯鹰工具的区域，包括鹰帽、皮手套和特制的训练器具。院子里有一个适合猎鹰休息的开放空间，让它们能够舒展翅膀并接受阳光沐浴。这样的布置充分体现了驯鹰在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现如今，随着年龄增长，库尔马西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培养孙子铁木尔别克身上。这位23岁的年轻人已开始在县城的旅游景区担任驯鹰表演师，每个周末都会回到雅朗齐村跟爷爷学习更深层的驯鹰秘诀。库尔马西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铁木尔别克能够全面掌握这门宝贵的传统技艺。在当地人眼中，库尔马西不只是一位驯鹰师，更是一位理解自然的智者。他能从金雕的行为中读懂自然的变化，
用特殊的口哨和手势与猎鹰沟通，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库尔马西和他的猎鹰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在这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里，守护着柯尔克孜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几千年来，驯鹰一直被视为一门高深莫测的技艺。对于当代大多数人来说，与猛禽亲密相处的生活几乎不可想象。然而，在新疆阿合旗的崇山峻岭间，驯鹰却是世代相传的生活技能。这一过程充满着惊险、智慧和对自然的深刻理解，每一步都凝聚着祖祖辈辈驯鹰人的经验与智慧。捕获金雕是驯鹰过程中最为危险的一环。在每年的秋季，驯鹰人会组织起捕鹰行动。他们通常选择在雏鹰离开巢穴但尚未完全成熟的时期，因为这时的鹰虽然已具备基本飞行能力，但还未形成完全的野性思维模式，更容易被驯化。捕鹰地点多选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当地驯鹰人需要在身上系上粗麻绳，从崖顶悬吊至鹰的巢穴。在这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下，稍有不慎就可能坠落山谷。更危险的是，成年猎鹰往往会守在附近，随时可能回来保护巢穴。一旦被成年猎鹰发现，驯鹰人将面临致命危险。金雕的爪子力量惊人，能够轻易刺穿人类的皮肤和肌肉。据当地老驯鹰人讲述，曾有驯鹰人在捕获过程中被母鹰攻击，导致面部和手臂严重受伤，甚至有人因此失去了视力。在铁木尔别克小时候，他曾目睹过爷爷库尔马西带领村民捕鹰的场景。那天，库尔马西和2名经验丰富的驯鹰人花费了整整1天时间，攀爬到一处悬崖下的鹰巢。铁木尔别克回忆道，当时库尔马西让其他人在崖顶固定绳索，自己则在寒风中悬挂在半空，小心翼翼地接近鹰巢。他用毛毯将一只雏鹰包裹起来，迅速系上绳索，让同伴拉回崖顶。整个过程中，成年猎鹰数次俯冲而下，试图攻击库尔马西，所幸老人经验丰富，最终安全返回。将猎鹰带回家后，紧接着的是更为艰辛的熬鹰过程。熬鹰的本质是磨去猎鹰的野性，让它接受人类的存在，并建立初步的信任关系。在控制猎鹰视觉方面，不同地区的驯鹰人有着各自的传统方法。在柯尔克孜族驯鹰人那里，他们通常使用特制的眼罩，用上好的羊皮或牛皮精心制作，内层衬有柔软的羊毛，既能完全遮挡鹰的视线，又不会伤害鹰眼。而在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如云南的纳西族驯鹰人则采用更为独特的方法，他们会用针线将鹰的眼皮暂时缝合。这种看似残忍的方法实际上非常谨慎，只缝合眼皮而不伤害眼球，且在驯化完成后会立即拆线。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能更彻底地防止猎鹰因受惊而绝食死亡，同时避免猎鹰挣脱普通眼罩的风险。熬鹰是一场极限挑战，持续3到7天的不眠较量决定了驯鹰成败。驯鹰人设置特殊的摇晃木杆，防止猎鹰入睡，同时用特制工具强行喂水，避免脱水。此时猎鹰拒绝进食，而驯鹰人必须始终保持清醒，一刻不能松懈。这种极限挑战对驯鹰人的身体构成巨大压力。库尔马西曾经讲述过他第一次熬鹰的经历，那时他才20出头，体力充沛，但在第3天时仍然几近崩溃。他说那时眼前不断出现幻觉，全身像针扎一样疼痛，只能靠抽烟和不断走动来保持清醒。最困难的是夜间，当周围一片寂静，只有他和猎鹰大眼瞪小眼。很多年轻驯鹰人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极端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只有当猎鹰终于在驯鹰人面前放下戒备，愿意合眼休息的那一刻，熬鹰才算初步成功。这个时刻往往很戏剧性，猎鹰会突然停止挣扎，眼神由凶狠变得平静，有时甚至会主动靠近驯鹰人。库尔马西描述这一刻，就像战场上的敌人突然放下武器，选择和解。熬鹰之后，驯鹰人便开始使用一系列精巧的工具进行下一阶段的训练。最重要的工具是鹰绊，一种用上等牛皮制成的系绳，系于鹰的双脚，
另一端系在驯鹰人的手腕上。这种半绳的长度、粗细和韧性都有严格要求，太紧会伤害猎鹰，太松则起不到控制作用。鹰帽不仅是控制猎鹰视线的工具，更是驯鹰人的艺术品，精美图案和珠宝装饰彰显主人身份。库尔马西50年前亲手制作的鹰帽，至今仍在使用，成为他驯鹰生涯的见证。而鹰春则是驯鹰技艺中最神秘的工具，这种螺旋形木块能清理猎鹰消化道，控制体重，并建立奖惩机制。另一个关键工具是诱饵，通常是兔皮或狐狸皮缝制而成，内部塞满羽毛和肉块。驯鹰人会在训练中不断移动诱饵，引导猎鹰完成各种飞行动作。一只训练有素的猎鹰能够在驯鹰人的指挥下，精确攻击几十米外快速移动的诱饵。这种训练需要极高的耐心和细致的观察力，往往要持续数月才能完成。驯服一只鹰，首先要驯服自己的心。库尔马西每天都花几个小时，就那么静静地坐在猎鹰旁边，有时候轻声说话，有时候哼唱几句古老的柯尔克孜族歌谣。鹰能看透人心，他常说，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他全都知道。只有你自己心如止水，他才会真正接纳你。在库尔马西眼中，这不是驯鹰，而是两个灵魂的对话。食物是建立这种信任关系的关键媒介。驯鹰人会精确控制猎鹰的饮食，确保它既不会饿得失去体力，又不会吃得太饱而丧失狩猎欲望。在训练初期，每一口食物都必须从驯鹰人手中获得，让猎鹰形成条件反射，听从指令就能得到奖励。库尔马西用特制的木勺喂食，每次都会发出特定的口哨声，这种声音逐渐成为猎鹰行动的信号。当猎鹰最终接受训练，能够自由飞行并返回驯鹰人身边时，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进行真正的狩猎了。狩猎通常在冬季进行，因为这时猎物的毛皮最为丰厚。驯鹰人会骑马前往山谷或草原，将猎鹰放在自己的右臂上。根据目标猎物的不同，他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小型猎物，如兔子和野鸡，驯鹰人会让同伴先行惊扰猎物，当猎物逃跑时，迅速摘下猎鹰的眼罩，并发出特定的口哨声。猎鹰会立即起飞，以惊人的速度俯冲向猎物。猎鹰捕获猎物的瞬间令人震撼，它会精准击中猎物的头部或颈部，用锋利的爪子和喙部快速杀死猎物。对于狐狸等较大型猎物，策略则更为复杂。驯鹰人通常会组成小队，一部分人负责发现猎物并驱赶，另一部分人则控制猎鹰的释放时机。狐狸是狡猾的对手，往往会利用地形和掩体躲避，所以猎鹰需要有极高的耐心和判断力。当猎鹰最终捕获猎物时，驯鹰人必须迅速赶到现场，因为成年狐狸仍有可能反抗并伤害猎鹰。看似被驯服的猎鹰，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屈服。库尔马西常说，就算我养了它20年，它眼中的野性之光也不会熄灭。这种桀骜不驯的天性，正是猎鹰最珍贵的财富，也是驯鹰人最崇敬的品质。难怪柯尔克孜族人宁愿在猎鹰最得力的时候，也要忍痛将它们放归自然。这不是简单的放手，而是对生命最高的敬意。如今，随着狩猎法规的日益严格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传统驯鹰技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库尔马西和他的同伴们正努力将这门古老的技艺传承下去，不仅是为了保存一种生活技能，更是为了延续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在他们看来，驯鹰不仅是征服自然的过程，更是学会尊重生命、理解自然规律的过程。这种智慧或许正是现代社会最为稀缺的珍宝。现代与传统的交汇在23岁的铁木尔别克居马图尔蒂身上鲜明体现。这位库尔马西的孙子，周一至周五在阿合奇县驯鹰文化旅游景区当表演师，每逢周末则回到雅朗奇村向爷爷学习深层驯鹰秘诀。铁木尔别克从10岁起就对驯鹰着迷，假期总跟在爷爷身边看他喂食训练猎鹰。在他眼中，骑马驾鹰的人英姿勃发，潇洒极了。经过多年耳濡目染，铁木尔别克已掌握基本驯鹰技巧，但与爷爷那代人的纯熟相比，还有距离。
他的猎鹰白坚训练不足1年，配合上显生疏。一次捕猎训练中，白坚失去准头，让野兔逃脱。在库尔马西的指导下，第2次尝试才成功。作为奖励，白坚享受了一顿丰盛肉食。曾在乌鲁木齐工作的铁木尔别克，最终选择回乡传承濒危的驯鹰技艺。他没有固守传统，而是发现了旅游表演和新媒体传播的商机，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文化瑰宝。这种现代化表演带来丰厚收入，远超传统放牧和狩猎。更重要的是，通过表演，柯尔克孜族驯鹰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激发了更多人的兴趣。一次偶然机会，铁木尔别克认识了北京网红博主珍珠，为其提供驯鹰文化拍摄指导。这些视频获得上亿次播放量，让阿合祁县驯鹰文化名声大噪。越来越多的网络博主和摄影师慕名而来，寻求合作。然而，商业化也带来挑战，一些表演变得花哨，失去原有质朴。更严重的是，保护环境的法规使传统驯鹰方式受限，年轻驯鹰人必须在尊重传统和适应现代规则间寻找平衡。铁木尔别克的解决之道是保持核心传统的同时适度创新，坚持传统技术和工具，但重点转向表演和教育，而非实际狩猎。他利用互联网影响力，向更广泛受众宣传驯鹰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涵。铁木尔别克的故事表明，传统文化不必一成不变才能延续，相反，只有找到与现代生活结合的方式，古老技艺才能焕发新生机。它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古老驯鹰传统与现代社会，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注入新活力。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驯鹰文化在多个地区以不同形式存在，每个地区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从新疆的柯尔克孜族驯鹰术到东北满族的海东青驯养，这些传统正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中寻找生存之道。新疆的驯鹰文化最为世人所知，特别是柯尔克孜族的金雕驯养技艺。在阿合祁县，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金雕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传统捕获方式受到严格限制。林业部门规定，只有像库尔马西这样家族世代驯鹰的人，才能在现有猎鹰死后申请捕获新的猎鹰。这种政策虽为传统技艺传承设置了障碍，但当地政府通过发展旅游业，让驯鹰文化焕发新生。阿合祁县的驯鹰表演每年吸引数万游客，为驯鹰人提供了稳定收入和活态传承空间。东北地区的满族驯鹰传统同样面临挑战。在吉林省吉林市的鹰屯、打鱼楼村，昔日家家户户驯养海东青、毛隼的盛况已不复存在。赵明哲是当地最后的几位鹰把式之一，他的驯鹰技艺可追溯至清代。满族驯鹰与新疆不同，更注重熬鹰和带肘等特殊技巧，用于消磨鹰的野性并控制其体重。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种耗时费力的技艺难以吸引年轻人，所幸非遗保护意识增强，地方政府为赵明哲等老一辈鹰把式提供了传承平台。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独特的驯鹰传统。纳西族曾广泛利用猎鹰捕捉平原地区的野生动物，他们的驯鹰方法特殊，会用针线暂时缝合猎鹰的眼睑，待其适应人类气息后再打开。这种方法虽看似残忍，却能有效防止野性猛禽在驯化初期因惊恐而绝食。如今，由于现代狩猎工具的普及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纳西族的这种传统已濒临失传，仅存于少数老人的记忆中。在所有地区中，驯鹰文化都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如何在尊重动物保护法规的前提下，保持技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一些地区采取了创新方式，如发展受控的驯鹰表演，建立专业培训基地，将驯鹰技术用于机场鸟击防控等。这些努力使古老技艺在新时代找到了立足之地。柯尔克孜族的驯鹰绝技终于得到世界认可。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非遗，2021年更是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但是，再多的证书和荣誉也比不上一个愿意掌握这门手艺的年轻人重要。
没有新鲜血液，再珍贵的记忆也会成为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品。在这些变革中，最值得保留的是驯鹰文化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特别是那个古老约定，服役5至7年后将猎鹰放归自然。在物种灭绝加速、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这种源自古老智慧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传承的宝贵财富。驯鹰术作为一项古老技艺，在世界各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从中东沙漠到欧洲城堡，从蒙古高原到中国西北，这项人与猛禽共舞的艺术，随地域、文化和历史而展现出迥异的面貌。在阿拉伯世界，猎鹰既是捕猎工具，更是地位象征。与中国的金雕不同，阿拉伯人偏爱速度更快的游隼和毛隼。当地富豪为猎鹰配备专属护照和私人飞机，一只好猎鹰价格可达数十万美元。欧洲的鹰猎文化则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中世纪时期，只有国王、公爵和主教等高等级贵族才有权饲养大型鹰隼。亨利八世曾拥有超过300人的驯鹰团队，而猎鹰成为欧洲贵族画像中常见的元素。蒙古国的金雕节可能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传统鹰猎节日之一。每年10月，来自哈萨克族的猎鹰人聚集在巴音乌列盖省，展示他们的驯鹰技艺。与中国新疆地区类似，蒙古国猎人主要使用金雕而非小型猎鹰，利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捕捉狐狸等较大型猎物。这一节日吸引了全球的猎鹰爱好者，成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西班牙驯鹰传统同样源远流长，体现了人与鹰类的深厚情感联系。中世纪时期，驯鹰成为西班牙贵族和王室的身份象征，猎鹰被赋予勇气、力量和自由的文化内涵。西班牙驯鹰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艺术，在文学和绘画中得到广泛表达。如今虽面临栖息地减少和法律限制等挑战，西班牙仍致力于通过教育和创新方式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相比之下，美国的驯鹰历史相对年轻，约有100年历史，现有约4000名从业者。美国驯鹰强调借用野性，在归还自然的理念，与中国驯鹰人的放归传统异曲同工。美国驯鹰更多被视为一种受严格监管的户外运动，驯鹰人通常在秋冬季节训练猎鹰狩猎，春季则将其放归野外。一些美国驯鹰人将这项活动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视驯养的鸟类为精神纽带，建立起人与自然间独特的联系。这些遍布全球的驯鹰传统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理解，与中国驯鹰人千百年来坚守的生态智慧遥相呼应。在这些全球驯鹰文化的大背景下，也流传着许多令人惊叹的猎鹰传奇。新疆的马伦金雕曾击杀体重超过自己3倍的狐狸，精准攻击眼睛和喉咙要害，展示了顶级猎鹰的非凡战斗力。猎鹰的智慧同样令人惊叹。哈萨克族驯鹰人波道汗曾拥有一只能够辨别毒蛇与无毒猎物的猎鹰。这只名为红眼的猎鹰从不捕捉带有警戒色的毒蛇，却能精确捕获外形相似但无毒的猎物。这种判断能力超出了简单的本能反应，展现了猎鹰的高级智能。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猎鹰依然能保持惊人的捕猎精度。蒙古国的一位驯鹰人记录了他的金雕在零下30度、能见度不足50米的暴风雪中，依然准确捕获了一只野兔的惊人事迹。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依然精准高效的能力，是现代机械和科技难以模仿的生物奇迹。驯鹰人与猎鹰之间常常发展出超越主仆的深厚情谊。阿尔泰山区有一位年迈的驯鹰人在严寒中迷路失温，他的猎鹰竟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保暖，并在天亮后引导救援人员找到了他。这种生死相依的故事在各驯鹰民族中都有流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例证。最富戏剧性的或许是那些关于猎鹰归来的故事。根据哈萨克族的口述传统，一只被驯养7年后放归自然的猎鹰，3年后居然认出了曾经的主人，并自愿重返他的臂膀。虽然这类故事往往带有神话色彩，但它们反映了驯鹰人对于人鹰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情感寄托。
纵观全球驯鹰文化，无论形式如何多样，其核心都是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这种古老技艺之所以能在数千年间传承不息，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生存需求，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解共处的一种独特方式。当库尔马西老人站在雪山之巅，摘下猎鹰哈热森的眼罩，让他最后一次飞向蓝天时，眼中既有不舍，也有欣慰。这只陪伴他7年的金雕即将开始新的旅程，正如千百年来无数驯鹰人所做的那样。在你住的地方，有人会驯鹰吗？如果让你尝试驯养一只猎鹰，你敢挑战这项古老技艺吗？对驯鹰文化，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喜欢，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